黑体之物如同夜幕下溃散的阴云，诡异之胎亦如晨光中消融的薄霜。随着萧炎和粉老的全力合作之下，终于将郭九牧给永困在了诛心中。而随着郭九牧被困在诛心，黑体之物和两者化为虚无，空气中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顿时消散，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在整个万界圣子之地以及东周大地上，万物复苏，仿佛在宣告着新生的开始。众神奇强者环顾四周，那曾经被黑暗笼罩的世界，如今焕发出勃勃生机，他们的心情如同被洗涤过一般，纯净而明朗，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喜悦。灵动和沐尘他们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同时充满了对萧炎的实力而感到敬佩。如今他们二人的实力也已经不停地紧跟上萧炎，可是目前还是差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也不会气馁，因为他们的天赋也不比萧炎差，而且目前灵动已经集齐了10道祖符，待将祖师升级为祖神时，那么他的10道祖符也就会蜕变为神符，而神符的每一道威力那可都是可怕至极的存在。沐尘的话也获得了第8座元始法身大道金身，如果集齐全部的10座元始法身，那么同样他也能够得到一次大蜕变，提升自己更强的道法。灵动这时却是开起了玩笑，呢喃道：没想到最后还是被萧兄捷足先登，再一次拯救了大家呀。这句话中带着轻松和释然，仿佛一切艰苦的战斗都已远去，只剩下对未来的无限期待。对萧兄，对沐尘，对自己东周之地的危机也是彻底的解除。那些原本以为今日都要死在这里的众多争夺者的心头重担卸下，他们也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以后的修炼生活。这一届的万界圣子争夺者还真是让人感受到了绝望与希望之间的落差感，同时有了这一次的经历，或许对他们以后的修炼之路上也有着很大的作用了。此时万界圣子之地中，在这一刻陷入了一片欢声笑语之中，萧炎的身影显得更加的高大无比。如果今日没有他，恐怕东周之地早就已经毁灭，所以他不仅挽救了整个东周之地，更是保全了诸神万界的和平。在这一刻，萧炎不仅是英雄，更是他们心中的救世主。这一刻开始，他们就要对那位拯救了他们以及东周之地的那道伟岸身影充满了羡慕和敬佩。不管是对他们还是诸神万界的其他神教，日后听到萧炎2字恐怕都要竖起耳朵了，并且不敢有丝毫的坏心思，因为在这最后一战下，萧炎之名也彻底的在东周之地乃是与诸神万界开始传荡开来。至于在这欢闹雀跃的人群中，有几道身影却是有些不开心，因为他们是天地派系的师姐和师兄。大师兄好像昏迷了，他们的目光看到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郭九牧，有些担忧的开口道：大师兄。冷儿三师姐的身影立马对着郭九牧掠去，他对着郭九牧大喊，却是依旧无法唤醒被困在诛心世界中他师姐。大师兄他严不严重？后面几位师兄立马赶来说道。然而冷儿三师姐缓缓地摇摇头，她低头望着闭着眼睛的郭九牧，心中有诸多复杂的情绪在交汇，有痛苦，有挣扎，然后轻声道：恐怕事情不容乐观。师姐师兄，大师兄没什么事情，他现在被困在自己内心世界罢了，只要他能够彻底的放下，他就能够醒过来。这时萧炎的声音在他们的身后响了起来。其实萧炎也并未对郭九牧大师凶下杀手，毕竟他是丹神塔的大弟子，自己又是9品药神的亲传弟子。于情于理说，他们除了分派为天地派系和五行派系之外，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自己人。如果不是郭九牧触碰了那个诡异之物，恐怕也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说起来这下场也并不是不好，或许这也是他的宿命吧。带他回去丹神塔吧。萧炎的声音再次传出。老三师姐以及那几位师兄并没有说话，而是将头抬起，然后看向萧炎。片刻之后，抱起昏迷的郭九牧便是离开了万界圣子之地中，望着他们的离去，吴雪不知在何时也来到了萧炎的身边，然后牵住了萧炎的手，微笑道：萧炎，恭喜你成为了万界圣子。萧炎转头看到了吴雪那绝美的脸颊，此刻他正用那一抹让所有男人都要为之倾倒的笑容看着萧炎，突然嘴角微微的移动道：吴雪，让你担心了。没事，只要你没事就好。吴雪开心的说道。萧炎深情的目光看向吴雪，便是用手摸了摸吴雪的脸颊，嗨嗨。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一道咳嗽声，萧炎与吴雪也是立马从深情的彼此目光中回过神来，再看到是灵动和沐尘2人，萧炎便是走了过去，伸出双臂，最后3兄弟拥抱在了一起。片刻之后，沐尘开心的笑道：萧炎兄，多亏了你，不然我们都怕是会陨落在万界圣子之地了。萧炎笑笑道：哪里，不仅是我一个人，如果没有林兄和你，恐怕即便是我都无法力挽狂澜。刚刚那绝望的一幕，回想起刚刚那郭九牧施展的力量，简直让他们都感受到了恐惧。不仅是他们，就连万物神灵都对那股诡异之力带来十分的恐惧。而且那诡异之力不是神之力量，也不是魔之力量，难道说在大咒中，难道还存在其他一种力量不成？不过目前即使他们想破头脑，也不会想出什么答案。但是萧炎知道，想要知道那诡异之力的真正来源，恐怕目前自己只能找粉老了解一下了。看他都无比忌惮那股诡异之力，恐怕应该知晓诡异的来源。但是目前还是先让自己的实力先突破提升。虽然自己目前已经领悟了一丝言之一道，可是想要突破大道主神，可是
需要领悟完整的言之一道才行，不然日后要是再遇到灭神府那些人，恐怕都难以与之对抗了。恭喜你们成为万界圣子。圣花店主的声音如同洪钟大吕，在虚空中回荡，他的美眸中闪烁着明亮的光芒，站在虚空中看向萧炎、灵动、沐尘三人，并且美眸中带着欣赏之色，那是对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肯定与赞许。圣花店主前辈萧炎、灵动、沐尘三人也拱手回应，三人微微躬身，以示尊敬。他们的目光坚定，神情从容。尽管周围的失败者眼中满是艳羡，他们却并未为此动容分毫。那些被淘汰的争夺者，有的面露不甘，仿佛仍在回味着激烈竞争的每一幕，有的则是彻底沉沦于失望之中。他们的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斗志。他们深知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已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机会。然而实力的差距无情地将他们的希望一一击碎。萧炎、灵动、沐尘三人在这一刻，他们的眼神中都流露出了无比坚定的决心。能够达到这一步，也不是他们伸手就来，而是他们经历过生死，历经许许多多的坎坷困难，才走到今日。同时他们也知道，成为万界圣子不仅仅是荣耀的加冕，更意味着肩上将扛起无比沉重的使命。他们必须变得更强大，才能够不辜负成为万界圣子的自己，以及那些注视着他们的所有众人。他们从这些众神奇争夺者中脱颖而出，并不能因为获得了万界圣子的资源就冷眼相看。当然萧炎、灵动、沐尘三人是肯定不会，他们变强的主要乃是自己的守护之道，守护自己身边重要的人，以及守护自己的大世界。在这一片虚空之中，除了圣花殿店主的威严与3名万界圣子的肃穆，其他的一切仿佛都被定格。时间在此刻静止，空间在此刻凝固，这是属于他们三人的时刻。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里，唯有不断前行，方能触及更高的天空。万界圣子已诞生，那么属于你们的大道机缘路也将会降临，你们准备好了吗？圣花殿店主声音很轻，可是传到现场那些神奇强者的耳朵中时，却是非常的磅礴有力。准备好了。萧炎、灵动、沐尘三人则是对视一眼，彼此的眼神中流露出激动坚毅之色。他们也终于等来了这一刻。万界圣子之地中，一片庄严而神秘的气氛瞬间笼罩着这片天地，所有众神奇强者都立刻变得肃然起敬起来。他们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遥远的天际之上，等待着那梦寐以求的大道机缘路降临。吴雪与那天地派系的几位师兄，他们的眼中闪烁着由衷的喜悦，为萧炎他们感到高兴。虽然他们没能成为最后的万界圣子，但是也在这一刻能够看到那令人梦寐以求的大道机缘路，这也算是非常难得可贵的机会了。除此之外，罗峰和圣瑶这两位的超神巅峰势力中的神交，其表情却显得格外的复杂。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和渴望，他们多么希望那承载着玄妙完整大道机缘路能属于自己。这份羡慕并没有让他们这两位神交失去风度，反而增添了几分深沉的气质。他们也深知大道机缘路并非强求所能得到，一切皆有定数。就在此时，圣花殿店主伸出手，在他的手掌心上，一朵充满魅惑的粉色圣花复现而出，然后对着上空天际扔出了自己手中的那朵圣花。随着圣花的升空，所过之处皆是出现了飘落而下的花瓣，紧接着圣花不断的变大，直至有着万丈乃至10万丈后，竟是在众人那无比吃惊的骇然下，那10万丈的圣花竟然没入了那天际中，消失不见。我以圣花开启万界圣子的大道机缘路，你们能否领悟其中的大道机缘，就要靠你们自己的天赋了。很快，天地间似乎感应到了即将到来的大道机缘路，整个万界圣子之地开始微微颤动，原本宁静的空气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裂，一阵微风起，渐渐化为狂风，最终形成了一股可怕的飓风风暴，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瞬间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卷起漫天尘埃。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风的呼啸与狂暴。然而在这看似肆虐的风暴中，众神奇强者的心都是提到了嗓子眼上，生怕自己被这些飓风风暴给吞噬进去。然而萧炎、灵动、沐尘三人则是前所未有的平静，他们屹立在虚空中，并且早已经知晓，这看似恐怖的飓风风暴实则乃是来自大道的考验，是对心境的磨练。只有心如止水，方能在这飓风风暴中寻得那一线生机，便可触摸到大道的边缘，领悟自己的所修之道。此刻他们三人都在内心深处默默地去领悟自己的所修之道的玄妙，同时也非常的期待在这场飓风风暴中能够见证属于他们三人自己的大道机缘路。狂风怒号，乌云压顶，天地间似乎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搅动，飓风风暴如一头彻底觉醒的野兽，怒吼着向着萧炎、灵动、沐尘三人扑来，空气中充斥着紧张和恐惧的气息。众神奇强者的脸上写满了不安与惊恐，他们感受到这些飓风风暴的恐怖程度丝毫不亚于刚刚那一场毁灭的战斗。不过虚空中，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站在飓风风暴的前沿，面对这可摧毁一切的狂暴力量，他们的目光却显得异常的坚定。他们知道这场灾难对于旁观者来说是无情的毁灭，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他们一直梦寐已久领悟大道机缘的绝佳机会。飓风风暴的中心，一股玄妙庞大的能量漩涡疯狂旋转，
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吞噬。萧炎、林、动木尘三人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双手摆出奇特的姿势，似乎要开始引动天地间的力量，准备要融入与这拥有玄妙大道的飓风风暴中。下一刻，萧炎、林、动木尘三人的身影散发出一丝光芒，伴随着神体的扭曲之下，仿佛与飓风风暴融为了一体。巨大的飓风风暴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能量的熔炉，他们在其中沉浮，感受着这飓风风暴所带来的道义之法。